比亚迪，那个被誉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奇迹，马斯克最强对手的企业，终于撑不住了。2025年9月，比亚迪全球新能源车销量 39.6 万辆，同比骤降 5.5%， 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19个月来的首次下跌。这不仅仅是一组冰冷的数据，而是中国整个新能源神话正在轰然坍塌的前兆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3年里，比亚迪几乎被捧上了国运绑定的神坛。2022年，它超越特斯拉，成为全球新能源销量第一。2023年，它在全球狂卖302万辆车。2024年，它更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夕阳股，市值一度突破万亿。可如今，销量下跌的警报第一次响起，所有的幻象开始碎裂。比亚迪的崩塌不是偶然，它早就被埋下了恒大式的隐患。官方披露的数据刺眼的让人窒息。2025年9月，比亚迪新能源车销量 39.6 万辆，同比下降 5.5%。其中，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暴跌 25.6%， 只剩下 18.8 万辆。第三季度总销量 110.6 万辆，同比下滑 2.1%， 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个季度下滑。要知道，比亚迪在过去3年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疯狂扩张、疯狂上新、疯狂压榨供应链。他用以价换量的方式，把国内电动车市场硬生生卷成了修罗场。但今天，它的销量第一次掉头向下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神话戛然而止，意味着恶性竞争的后遗症正在发作。为了去库存，比亚迪不得不一次次祭出杀敌1000、自损800的降价战术。最新的第2代秦 Plus 直接把价格砍到 6.98 万元，这是比亚迪历史上首次把插混轿车打到7万元以下。另一边，泰国市场更是疯狂，比亚迪海豹直接降价60万泰铢，顶配车型首次跌破100万泰铢。这不是亲民，这是绝望。因为根据财报数据，比亚迪在2024年1季度库存高达1544亿元人民币，如果不拼命甩货，它就会像恒大一样被债务和现金流压垮。比亚迪的问题不是靠补贴就能解决的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质上就是另一个房地产模式，靠规模堆砌，靠债务扩张，靠击鼓传花。房地产的故事大家已经看过了，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，一个个从金光闪闪的神坛坠入破产深渊。今天，比亚迪正在走同样的路。供应链问题就是致命点。比亚迪过去靠压榨供应链来维持毛利率，但当销量停滞时，供应商的矛盾就会全面爆发。换句话说，一旦比亚迪停止增长，它就会被自己构建的系统反噬，像恒大一样轰然倒塌。路透社报道称，比亚迪已经悄悄下调了全年销量目标，从550万辆下调至460万辆，足足减少了 16%。这背后是赤裸裸的现实，国内市场已经饱和，海外市场靠倾销勉强维持。可问题是，即便如此，比亚迪的利润率还是在下滑。行业数据显示，2024年第1季度，新能源车行业平均利润率已跌至 3.9%， 几乎是无利润可言。你敢相信吗？这个曾经的中国骄傲，已经沦落到为了一口气一次冲销量，不惜以低价换量的地步。比亚迪的崩塌不只是它一家企业的悲剧，而是整个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真实写照。中国政府曾寄望新能源车来接替房地产，成为新的经济支柱。可是现在的数据残酷到令人绝望。2025年9月，中国新能源车销量环比增长只有 10%， 远低于花旗分析师预测的 15%。国内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热情明显下降，高端市场迟迟打不开局面。出口虽然增长了 107%，
但那本质上是廉价倾销，靠补贴和价格砸出来的市场，根本没有长期竞争力。这是不是很熟悉？没错，这和当年的钢铁、水泥、光伏、房地产一模一样，前期靠补贴狂飙，后期靠出口倾销，最后泡沫破裂，一地鸡毛。今天比亚迪的销量下滑，就是中国新能源泡沫即将破灭的第一声警钟。很多人还在盲目乐观，觉得比亚迪不过是短期波动。但事实是，比亚迪的下滑揭开了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伤口。过去20年，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？靠房地产。恒大、碧桂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，疯狂扩张，疯狂圈钱，疯狂举债，最后泡沫破灭，留下千万家庭血本无归。今天的新能源车，尤其是比亚迪，和当年的房地产如出一辙，靠政策补贴起飞，靠资本狂热捧高市值，靠价格战死撑销量，靠出口倾销维持增长。当这一切遇到需求下滑时，结果只有一个：坠落。比亚迪的故事就是中国制造业困境的缩影。中国曾被称为世界工厂，但现在制造业的低端市场被东南亚和印度蚕食，高端市场始终冲不进去。比亚迪试图冲击20万以上的高端车市，但失败得很彻底。汉、唐、海豹这些车型销量不及预期，反而是低价的秦 Plus、宋 Plus 还在苦苦撑着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9月，比亚迪低端车型销量占比超过 60%， 而高端车型整体销量不足10万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比亚迪依然困在低端红海，根本冲不出价格战的泥潭。这和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宿命惊人相似，做低端卷到死，想做高端却被技术卡脖子。比亚迪的库存问题堪比恒大当年的土地储备。根据财报，2024年一季度，比亚迪库存金额高达1544亿元人民币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国大部分中型车企一年营收的总和。库存高企的后果就是必须降价清货，而降价清货的恶性循环就是利润下降，再降价，供应链受损，再去压价。这种模式撑得越久，崩得越惨。当年恒大就是这样，从宇宙第一房企到今天一地鸡毛。比亚迪正在复制同样的路径。有人说没关系啊，比亚迪出海了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9月，比亚迪海外出口 7.1 万辆，同比大增 107%。听上去很美好，对不对？但请看清楚，这是建立在疯狂补贴、疯狂砸价的基础上的增长。比如在泰国，比亚迪海豹直接降价60万泰铢，最高优惠幅度超过 45%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倾销。这种增长能持续多久？当补贴消失，当关税壁垒建立，比亚迪还能在海外撑多久？别忘了，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，美国也在加征关税。海外市场的红利本质上就是一场幻觉。比亚迪的衰落不是偶然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必然结果。房地产崩了，三大龙头碧桂园、恒大、融创全线暴雷；制造业内卷，出口乏力，利润率跌破 4%； 就业市场惨烈，2025年青年失业率依旧徘徊在 21% 以上；居民消费不振，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放缓至 2.9%。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，比亚迪又能跑到哪里去？它不过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。房地产是泡沫，新能源也是泡沫，恒大的结局或许就是比亚迪的未来。比亚迪的销量下滑只是第一声警报，接下来整个中国新能源产业都将迎来寒冬。蔚来已经连亏13年
2025年上半年净亏损扩大到104亿元。小鹏交付量停滞，靠恒大系救命钱续命。哪吒领跑只能靠贴身肉搏的价格战苟延残喘。当下滑变成趋势，当泡沫被戳破，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将会成为继房地产之后的又一个系统性风险。曾经，中国人把比亚迪当成骄傲，有人说它是民族之光，有人说它代表着中国制造的未来。可如今，它的神话开始崩裂，它的模式正在自毁，它的未来极有可能复制恒大的结局。比亚迪的下跌不只是销量的一次回调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困局的投影。房地产的悲剧我们看过了，新能源的悲剧正在上演。